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债务直冲天际，势如微软，危机浮现啊。这是个讲债务的议题啊。这个债务议题呢，其实我很早就想讲，那么有些数据呢不完整。我慢慢的就收集了比较完整的数据啊。今天我们开始准备的比较晚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数据还要重新核对啊，所以开始的晚了一点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数据是齐备的啊。那我现在来讲讲新闻，先问一下，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话筒啊，那么不知道新的话筒情况怎么样，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多 YouTuber 都用的话筒啊。那么其实这个话筒我一直有，只不过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话筒音质比较好。大家觉得怎么样？声音有没有杂音？啊 ，OK， 可以就行啊，很好哈 ，OK， 好。它的音质就没有原来那个话筒的音质好。但是呢，它比较可靠啊，比较可靠。好了，行了，可以了，谢谢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新闻。债务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现在才有啊，是一直就有啊。一直有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啊，它要做3件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一定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建立它的产业链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你在建立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投资建基础设施啊，基础设施非常花钱。你只有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产业链才会进来啊。这是第二，就是一个是建立产业链，当然你前提是要把基础设施建好，还有一个就是搞教育啊，教育呢就是培训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这些人啊，就这3件事情必须同时做啊。这3件事缺一不可。如果这3件事情有任何一件事情没做到呢，你经济都上不来啊。那么中国要投资基础设施的话呢，钱从哪里来？中国没有积累，完全没有积累。那么3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外商投资啊，外商投资不多啊。早期没有钱来的啊，那么外商投资有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国际资本，就是叫什么联合国啊、开发银行啊，包括日本政府在早期给中国的这些贷款非常的重要。日本政府的政府贷款对中国早期的基础建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从来不说啊。什么世界银行这类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第3个来源就是借钱，那么主要是借钱，其实借债这件事情就一直在发生，那你就不断的滚动啊，有的时候借新债还旧债，然后不断的扩大借债规模就越来越大。其实这2年到2015年是个关键年。什么叫关键年呢？就是在2015年之前，其实没有人知道中国到底借了多少债。为什么？中国的债有2本账啊，地方政府有2本账，一本账呢就是给中央政府检查看，另外还有一本账呢就是他自己运行的啊。那么地方政府就悄悄的借了非常多的债，但是谁都不知道啊。那最后到了2015年呢，中央政府就说好，你们之前借的债我全部都认，你们呢就把所有的你悄悄的借的债呢全部翻出来变成债券，这样的我们大家心里大家都走夜路吓得要死，别这么干。好，2015年呢就地方政府就把原来藏在底下的这个债呢翻出来，就发行债券，用债务变成债券化
就2015年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债券市场。其实2015年是个关键点，中国的债券市场就高速发展。那么到现在，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2大债券市场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从2015年到现在啊，那么中国经济过去20年啊，我们说或者我们这样想长一点，过去40年高速增长啊，债务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就没有大跌过啊，除了8964。还有一个08年的金融危机啊，这2次啊之外，就基本上没有大跌过啊。那2次也是短暂的回落，也没有出现大跌过。所以呢，中国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没有问题啊。但是到了从去年开始，这情况就发生变化啊。这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经济急剧的恶化。大家要知道，债务就是这样的，债务就是债务风险是无可预防。为什么？因为你借债的时候，经济状况是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等你开始还钱的时候，经济恶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债务问题。这个债务问题没有人能够防范，所谓的金融风险不可防范，道理就在这里啊。那我先讲今天的新闻。今天有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今天讲啊？今天中国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啊，今天开了一个要求，就财政部召集的啊，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债务管理。那么提出4点要求。第一个，不能因为应对疫情不重视债务风险。第二个，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造新的风险。第三个，绝不能为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第四个，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看见没有？底线意识啊！我经常讲，中共有2个意识。第一个意识，斗争意识，就是要碰到问题就是要找敌人，肯定是有敌人才会有问题。好，我就要用斗争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再说问题本身。所以中共的思维就是2种思维，一个叫斗争思维，一个是底线思维。底线思维什么意思？一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会怎么样？政权就没了。所以永远是这2个意识啊。那么一说不能呢，其实就是有，就说政府的官宣，大家就得这么看。为什么我们经常讲正面新闻反着看？什么叫正面新闻？他说不能因为疫情就不重视债务风险，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呢债务风险就更高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造新的风险。那说明什么？我的天，这什么情况？哇，怎么回事？怎么了？灯坏了。OK， 抱歉，灯出了一点状况啊，继续，抱歉，我们的灯有点问题，突然自动变亮了。OK， 抱歉啊。那么肯定就是因为什么呢？财政困难，很多地方政府呢就违规举债啊，那么就出现新的风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绝不能为了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那么这些行为肯定会造成一系列的后遗症，所以他才会开这个座谈会，要不开什么座谈会？然后呢，这个会议强调没有，这个灯呢一直很好，这个灯非常好，今天突然会自己在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在线，还有人
还有骇客嘛啊。好，我继续啊。会议强调啊，地方各级政府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什么叫一般性支出？一般性支出其实讲到底就是人头费各种日常费用啊，也把支出预算关口大力压缩啊，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除了疫情防控、应急救灾事项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呢？这其实是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一个谈判，这是一个谈判啊。当然中央政府就会提不能这个不能这个，要这样要那样，座谈会嘛，那是要座谈嘛。那地方政府就会说，哎呀，我们这里过不下去了，中央政府是不是多支持一下？那么中央政府就说好，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些支持，但是我们提的要求大家得实行啊。通常这种座谈会就是这样啊。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会议啊，这个座谈会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当前这个债务的问题啊，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啊，严重到什么地步？我们的标题啊有点耸人听闻哈，但是真实的啊，中国债务直冲天际啊，直冲天际，怎么个天际法？我跟大家讲讲啊，中国到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整个债务负债有多少呢？580万亿，580万亿啊，这是个万亿的数字啊。也就是说，很容易算啊，杠杆率是多少？杠杆率很容易算。去年中国的 GDP 是100万亿，那你580万亿，也就是说，这个杠杆率就是580%啊，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啊，这绝对是个历史新高。然后中国肯定啊，已经是世界上负债数额、负债率最高的国家。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负债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啊，谁借的钱最多啊？谁借的钱最多？那我跟大家报一下啊，居民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是57.7万亿，政府部门40.5万亿，然后实体经济部门259.3万亿啊，也就是说企业借的最多，其次是居民部门，然后是这个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呢，以地方政府为多啊，中央政府少一点，地方政府是23.3，然后中央政府是17.2，但是啊，这里面有笔账啊，有笔账是没有讲清楚的，什么账呢？就是实体经济部门这个259万亿，其实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国企的130多万亿。国企就是说，国企大概从实体部门里面拿走了一半，被国企拿走了啊，国企拿走。那么国企总的负债是130多万亿啊。然后呢，中国的外债有多少呢？中国的外债是1.97万亿美元，算起来是相当于13.8万亿啊，13.8万亿。如果和中国国内的债来比呢，那外债是九牛一毛。你想一下，580万亿外债才借了13.8，14万亿大头啊，大数啊。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超过1000亿的这个负债的企业，中国有多少家呢？131家。超过1000亿，他们的总借贷是多少？就是其实中国的债务，就是企业的债务，其实是蛮集中的啊。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国企手上啊。那么超过1000亿的企业有131家，总债务是多少呢？
64万亿，大数64万亿多一点啊，多个2000多亿啊，2000多亿都算个尾数啊，你就算64.2万亿，那到今年一季度啊，超过50亿负债的企业破产，就是小企业都不算，就算这种负债已经超过50亿的企业破产，有多少家呢？31家，涉及的债务是多少？9323亿，9323亿。另外有5家银行雷暴或者是被接管，涉及债务都是多少呢？26280亿啊，这个账算得很辛苦的这个非常的，大家要知道，企业债务的后果是什么？企业破产或者说企业债务高的后果是什么？它就非常的脆弱，就是它的财务状况非常的脆弱，它非常脆弱的财务状况就很容易破产。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个特点，中国债务越高越不容易破产，因为没有人敢让它破产。但是通常破产的都是1000亿以下，比较容易破产。另外，1000亿以上破产的通常是什么？通常都是银行。所以你看，我刚才讲5家银行雷暴或被管，他们涉及的债务多少？5家银行就26000多亿，26000多亿。你31家超过50亿，就是我都说大企业了，31家破产，总共才多少亿？9323亿，虽然很厉害了，但是没有这5家银行厉害。银行这里上来就2万多亿啊，26000多亿。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这一头是什么？一头是中国的企业啊，中国的企业债务率非常的高，相当高啊。那么它就非常的脆弱。当然，本身的原因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没什么家底，只要做更多的生意，那只能借债。中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率只有60%啊，只有60%。它是我讲的是国企，私企就不知道，私企应该更少一点，60%多，60%多就是你要做100块钱生意，它其实只有60块钱，那么另外40块钱还要去借。美国的企业资金自有率是多少？超过90%，就是他100块钱，他只需要借10块钱，而且大量的企业是账上有一堆的钱。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企业行为完全不同啊，行为完全不同。我大概读一下，这个超过1万亿的企业借贷有超过1万亿的企业是个什么情况啊？大家听听啊，这很有启示性的数据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98000亿，这是中国借钱最多的。借钱最多的，我们以前一直讲中国借钱最多的是中铁，其实不对，中铁排第3，第2是谁？中国平安67980亿，中国平安集团啊。第3是中铁总公司啊，是52700亿，然后是五矿38750亿，中国人寿全是中字头的啊。前面这些全是中字头的，五矿也是中字头的啊，就是央企啊。五矿是38000，中国人寿31000，然后到了恒大是多少？18000，然后是碧桂园，你看这2家都是地产公司了，16000，碧桂园16000，恒大18000，中国建筑14000，大树15000，万科13800，太保13000啊。你可以看哈，万科、碧桂园、恒大这3家借的多的，超过1万亿的都是房地产公司，然后剩下的全是央企，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的资金都被谁占据了？都是被国企占据了。
就是借上万亿，上来是上万亿的啊。然后中国的，好，我讲一下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为什么要讲一下债券市场？因为债务市场，你只有等它爆雷了，甚至它爆雷了你也不知道啊。你现在经常是它不报道，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只能通过债券市场去看中国的债务的状况啊。但债券市场只占中国的整体债务的多少？1/4%，25%，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债务的增长的速度是个什么情况。今年一季度债券市场发行了12万亿的债券，比去年增长了15%。那么一季度末，中国整个债券市场已经达到多少？100万亿啊，100万亿。那么这债券市场的构成是什么呢？也是100万亿，所以很容易分啊，很容易分。一个就是地方债，地方债占22.4%，国债占16.7%，你就把它乘以100，就是地方债是多少？22万亿，国债16.7万亿，然后非就是企业债22万亿，然后金融债23万亿。金融债怎么回事？金融债其实原来金融债的这个比例不高，去年开始金融债飙升，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很大，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给这中小银行呢增加这个资本金，增加资本金怎么办呢？他又不想掏钱，中央政府又不想掏钱，地方政府也没钱掏，怎么办？就发债吧。所以其实中国的问题都是用债解决的。发什么债？发无限债，没有期限的债，用没有期限的债来补充地方银行的、中小银行的这个资本金。这个没有期限的，当然好处肯定是从大银行开始，然后又开始从大银行。本来是补充中小银行，结果这大银行这个好处也不能放啊，稀里哗啦又从中银啊、建行啊就开始发无限债，就给他们发这些债，然后的就金融债哐嚓就一下就涨起来。然后国债其实中国的国债比例并不高啊，国债中国的国债讲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债，然后这一头其实涨得最快的是谁？地方债。地方债从去年开始就疯狂的发，我用的是疯狂这2个字。为什么？地方政府穷疯了。地方政府为什么穷疯了？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增长一下来，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下子就掉下来，这是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经济增长下来，它直接影响的是税收啊，税收很敏感，其实对经济增长是非常敏感。其实你看这个经济增长的曲线，还不如看什么呢？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曲线。其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曲线更能反映经济状况。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恶化的非常严重了，就是已经下半年开始，县一级的财政已经全面的出状况啊，全面出状况到了什么地步呢？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出一个政策，出个什么政策？地方政府这些县政府已经发不出工资，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些地方政府、县政府已经拖欠工资，公务员工资拖欠多少？快半年了，快半年的时间拖欠到这个严重，那怎么办？中央政府说好，我就发一笔特殊国债1万亿，然后呢，我再干嘛呢？我再给你一点钱，给出1万亿啊，你给出1万亿，把这2笔钱合在一起，发到地方政府，发到省政府，转移支付2万亿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省政府1分钱都不能动，这笔钱呢要直接拨给县政府，让他们去运行
否则这国家根本没办法正常运转了。你想一下，县政府都没钱了，什么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又碰上疫情啊，经济增长下行，又碰上了疫情。疫情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整个国家停顿1个月，2月份停顿了1个月，然后3月份重启又不理想，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收入，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情况，都知道啊。所以为什么要我刚才这2万亿直接拨到县政府去？道理就在这里。但是省政府怎么办？省政府发债吧，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发地方债，不断的在发债。我们现在讲的是今年1季度债券市场总共发了12万亿，增长了15%。讲的是什么？其实其中一大块全是给地方政府的，给地方政府的钱。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存量金融债23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券22万亿，非金融企业就是普通的企业22万亿，大概是大数是这个。然后国债16.7万亿啊。好，现在好，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债券的规模已经冲到天上去了，因为它的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什么？这叫杠杆率，就是中国现在的整体的杠杆率史无前例。你看这个图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真的是没法看，看得到吗？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好吧，我就说吧，以后我的还是要，所以我还是需要改善这个我们的展示的模式啊。无论是居民部门还是政府部门还是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它的债务率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特别是经济部，就是实体经济就讲的是企业啊，企业的债务率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60%，就是债务率是怎么算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债务的总额除以 GDP。那现在这除以 GDP， 就是实体经济的债务率已经达到259%，就是260，大数是260，就是企业借的债已经超过去年 GDP 的2.6倍，就这个概念。什么情况？债务率非常的高。债务率非常的高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债务违约。我经常讲过，当经济急剧下行的时候，最先出问题的是哪里？最先出问题就是债券啊，债务违约或者是债券雷暴啊。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债券市场的违约的情况。1季度有166家企业发生违约，涉及的金额是514亿，1季度啊，超越2018年第4季度违约高峰。违约主体就是违约的企业，它的评级全部是 AA 级以上。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其实你看一下1季度违约的这些企业的主体都是信用记录还是非常好的企业，它都已经开始违约了啊，开始违约。其中最大的规模的是谁？北大方正。北大方正当然是北大的校办企业，当年那也是很牛的，非常牛的。他原来有个 CEO 叫魏新，那简直是你感觉你见的魏新简直比他妈见部长还牛的一塌糊涂啊！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北大方正违约的本息已经达到358亿啊，已经58亿。那么你想一下，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经济下行啊，经济情况非常差，然后加上疫情的冲击，所以其实现在面对一个这种债务问题，你想我经常举这例子啊，我们现在经济很好，
我现在每天生产100个茶杯，卖出去卖的不错啊，100个茶杯都能卖掉，而且我就发现市场上，如果我生产200个杯子都能卖掉，于是呢我就但是我生产线要钱啊，怎么办？借钱，借一笔钱呢，等我生产线一上来，我就可以卖掉这个200个杯子，然后就一笔一笔把这个生产线的债借的钱还掉。然后钱借来了，哎，我的经营状况很好，银行一看，哎，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很到位，可以啊，把钱借给我。结果我生产线刚刚上，经济哐嚓下来了。我原来100个杯子，现在我只能卖80个杯子。这生产线200个杯子生产线上去，我现在变成80个杯子，那我能还吗？我就还不起了。还不起的情况怎么样？要么银行告诉我，你可以把这个还款的展期叫展期，把债务展期，给你半年时间，半年之后你再还我。有这样的银行吗？有，很少啊。你还得看银行，通常是一看经济情况不好，赶紧把钱还给我，你一催我就破产了。所以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债务危机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无法防范，为什么？因为你完全看不到。你借钱的时候完全看不到，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这个情况，这个控制不了这个风险。这就是所有金融行业的问题，就是它无法控制这一类风险，这类风险在这个时候就永远都会发生。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国企业的债务率这么高，那么经济下行它会产生什么级别的风险？中国企业这么高的这个债务率，它产生的金融危机啊，产生的这个违约的可能性，会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如果一家一家的这么破下来，那真的是非常。其实去年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很多早期去年和前年，就是2018年到2019年这2年期间，中国非常多的地方的那种大企业、大型民企过不去。为什么？这些大型民企在经济好的时候借了很多钱，大规模扩张，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那它的这个资金链就出状况。资金链一出状况，如果没人去救它，有些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有些情况是地方国企一看，哟，这家大型民企不行了，我呢觉得它还有很多优质资产，因为通常这些大型的民企呢，它都是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业务撑起整个集团。那怎么办呢？我去救它，但其实是把它收购。那么这件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在发生，那也就是说很多民企变成了国企，这是一件事。但是大部分情况是不救，为什么？没法救，原因是1块钱的本借了10块钱的债，中国的民企大部分是这种情况。那你这1块钱的本，1块钱的优质资产，你再优质，可是你借了10块钱的债，你怎么还？还不起，就是破产。中国在2018年到2019年，中国很多名牌企业都倒闭，地方的名牌企业倒闭，就是这个雷暴还不起，就是经济下行，这个非常的明显。这个其实不是在中国，这全世界都会是这样，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就是两头，问题在两端，一端就是企业端，一端就是地方政府端。地方政府端的影响比企业大。现在呢，会出问题的大企业，大部分都出问题了，大部分都出了问题，就是已经有问题的、有危机的、有暗伤的，已经倒下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端这个现在看什么呢？看中小企。
特别是那些什么呢？企业素质很好，然后他借了一点钱，小企业是借不到钱的啊，在中国小企业通常是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借了一些钱，那么他业务量跌得很快很厉害，那他现在的情况就是怎么办？他是不是现在他能够找到一些基础性的业务把它撑下去？现在中型企业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他都活不下去，那中国经济就麻烦大了。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头，我们讲企业端，这一头是什么？这一头是政府端。政府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的什么后果呢？政府是不管3721，先保住自己，命要紧。政府、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其实也在干同样的事情，就是把他地方国企的资金全部抽回来，救他的这个大本营。这一端呢，基本上把这个地方的国企的资金给抽干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把地方国企的资金抽干了之后，地方国企就啥都干不了，他又拖欠，又啥都就是一塌糊涂。为什么？特别是在北方，这种事情发生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呢，国企和政府在这个政府在市场当中所占的份额是最大的啊，经常是大概有70-80%的份额，就是市场上这个政府的开支加上国企的开支，可能占到这个支出整个市场支出的70-80%。好，政府一没钱，然后他就抽国企，把国企抽干之后，实际上地方经济就完全一片死水，就动不了了，整个地方政府整个地方经济就动不了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南方好一些，北方和西部的情况，这种情况就非常的严峻。为什么经济起不动呢？起了半天动不了呢？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你启动什么呀？政府都没钱了，还启动？怎么启动？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危机，我说中国的债务危机是两头，一头在地方政府和国企，另一头就是企业。私人部门居民部门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但是从相对于严重性来说，这个问题更严重。那么影响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债务问题。地方政府首脑，包括企业负责人，应该大部分都在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还债，都在讲。所以我们讲广东话叫出得嚟行，遲早都要還，就是你借了20年、30年、40年的债，到现在就无以为继了。原来你可以用经济增长来把所有的债盖住，没问题，但是到现在就不行了。所以你可以看债券市场不断的火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往回看什么呢？看人民银行。看人民银行有个动作是做不了的，什么动作呢？就是减息的动作啊，减息的动作为什么做不了？之前有人想这个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想减这个存款基准利率，为什么呀？刺激经济嘛。我是觉得，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想一下，现在经济不好，全球的利率水平都非常非常的低。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它必须让汇率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它必须让人民币利率和美元的利率有一定的息差。它有这个息差，保证什么？保证有钱往中国流。这些流到中国来的钱是干什么？
啥都不买，就买一样东西，中国的国债。地方政府什么地方债、地方政府债都没兴趣，企业债根本不碰，只要去买中国政府的国债。为什么？无风险套利。你比如说你跑到美国的市场借钱，拆借钱利率很低，1厘都不到，拆借跑到中国的市场上去借什么？买国债。只要保证人民币不贬值，以不贬值为前提，你去买它，无风险套利，到期以后把利息收，把那边债一还。所以很多钱往中国跑，往哪儿跑？往债市跑，跑了多少钱？跑了1万多亿，1万亿还是2万亿？1-2万亿人民币。原因是干什么？这钱是干什么？这钱是去无风险套利去了。这就是人民银行要保证国际收支的问题，它的前提是什么？利率不能够降下来。利率要是降下来，这钱往外跑，利率降，汇率就会降，汇率再降，资产价格保不住。所以这都是绑在一起的。人民银行为什么什么都到现在为止，人民银行动不了，天天是喊口号。你想一下，易纲是个学者型的官员，是这清楚的很，非常清楚。所以人民银行现在什么喊口号，喊非常漂亮的口号，我们支持实体经济，我们是支持我们这个政策直达实体。人民银行的政策能直达实体吗？拜托讲点常识好吗？中央银行永远不会直达实体，它中间隔着什么？中间隔着商业银行，你必须让商业银行去直达实体。中央银行的政策怎么能直达实体？那是不可能的，这都是吹牛忽悠。好吧，我们哎呀，我就讲冒了，这个又讲冒了好吧，就这么。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数据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债务直插天际啊，那么债务风险势如微卵，那么风险隐现。我没有说危机已经发生，因为的确没发生，但是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风险很大，大家都要小心，好吧？我还是在这里，我提醒2点。第一点，请大家不要碰理财产品。第二个，请大家不要碰基金产品。为什么？因为基金产品也好，理财产品也好，里面都是铺底的，都是债券，特别是企业债，风险非常大。你不知道那个理财产品的产品结构是什么，通常都是40%企业债，或者是60%企业债。你企业债雷暴一下，你60%没了。你说你辛辛苦苦为了5厘回报，损失32%的本金，那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今年总之保守一点，持有现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示，好吗？我只是提示啊，不是投资建议。OK， 好吧，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边特别提醒啊，请大家一定要点赞啊，多点赞，点赞是对抗限流、对抗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就在这里啊，这大家就在视频下面点一下就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高兴的向大家报告，我们的订阅数已经超过20万了啊，这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和各位网友分享。那么我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不断的鼓励啊，我们才能走到今天。我们同时会一如既往的专业、中立、公正的把我们的节目做下去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没办法继续把字幕做下去。非常幸运，我们还是碰到了你们这些非常好的网友，
我们网友开始给我们做一些字幕啊，提供字幕。我这里明谢一下啊，明谢一下。我先把，因为还有2个字幕呢就没有，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我先不读，我下次读啊。6月5号，地摊经济是中国经济困难的药方吗？提供字幕的是马宁，谢谢。还有一个6月5号的，当中国猛推地摊经济，美国经济开始反弹提供字幕的是国人我知道他不想说他的名字，所以他用的是国人。还有一个是韩国瑜被罢免，蔡英文清剿亲共势力字幕提供的也是马宁，我这里特别明谢一下那么好，我们现在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3点，第一个情况、问题、观点就大家就不要聊天了好吗？谢谢明谢一下，明谢一下带666，谢谢，继续支持王老师，谢谢 Jenny， 谢谢 George Wood， 谢谢，恭喜王老师订阅2000K 谢谢John Lee， 谢谢 MUC， 谢谢。情况，老婆坐标国内某县城，特别喜欢王先生的节目。他说以前不喜欢看新闻，直到听了王舍的节目才知道国内新闻毫无营养可言。在这里他想请王舍喝一壶铁观音。好的，谢谢。PS 他说小县城的物价确实高，和2线城市差不多，畸形的物价。是的，为什么地方小县城的物价会这么贵？其实这很奇怪嘛。其实你想一下，真的不奇怪。物价跟什么有关系？物价跟两样东西有关系。第一个，跟供应的货品的成本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物流、跟商品、跟商业有关系就是说，大家知道，商业越发达，价格越便宜。为什么？因为商业越发达，你卖的东西就越多。当你卖的东西越多的时候，你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卖的东西越少，你的价格就越贵。这就是你可以看，很多的时候大家会很奇怪，为什么在美国买衣服会比在中国买衣服便宜那么多呢？原因就是因为2个。第一个，美国的商业发达，卖的东西就多。一件衬衫它可以卖100万件，你在中国卖只能卖5万件，你说谁贵？一定是美国便宜，中国卖的贵。道理也是一样的。你在上海一双鞋子一口气卖了不说100万吧，卖了50万双，可是你在小县城只能卖500双，你说说看，而且我还同样一车得拉过去。所以在物流商业不发达的小县城，它的物价往往比什么呢？比大城市要贵，甚至比大城市要贵。其大城市是最便宜的，越是大城市东西越便宜。但是它有个情况，它什么情况下会贵？就是高端消费它会贵。为什么？因为有人给得起这个价钱这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在大城市，非常大的城市，它通常是上面贵，中间便宜，下面呢基数高，是这样的。2线城市或者3线城市，上面的贵它没那么贵，因为它消费能力不够那么这中间它会比大城市贵，一级一级这样比下去，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吧？Dean Winchester， 谢谢20万订阅了，一如既往的支持，学习王生，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的要求不高，我只是想做一介公民，大家一起努力，谢谢。Carol 蔡，谢谢。观点很多在美华人把身在曹营心在汉当成最标准最值得肯定的心态在这里生活着。那些削尖脑袋往美国钻的人来了以后，享受着这里生活又完全不认同这里价值观的人，是利用了这里高度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如果有规定说凡骂美国的人一定要遣返，我猜绝大多数华人会闭嘴。
现在反正骂美国无代价，而骂美国在母国有好处，那要不要人格也就无所谓了。反正美国极左的政治正确党的就精神分裂了，反正也不耽误在美国的岁月静好。这里面就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大部分这些人还是怎么说呢？他的精神家园没有一起搬到美国，他的精神家园还在中国，他接受的信息，他的朋友圈其实都还在中国，他只是身子在美国啊。那么这些人不能算完全的美国人，他还只是算一个肉身在美国，可是他的精神还在中国的人啊，所以他算是怎么说呢？不能算一个完整的美国人吧，我是这么觉得啊。轰胖，谢谢。同意刚才 Carol 菜的说，身在曹营心在汉，许多大陆来的人一边赚美元一边骂美国，到底什么心态？没有他还是想保留在中国的。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由衷的，他并不是完全是投机啊。那有一部分人是投机，有一部分是投机。那有一部分人他真的还是他就是我讲只是肉身来了啊，精神还在中国啊，大概是这样啊。姥姥王谢谢。今天没有人骂民主党，姥姥十分高兴，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是两党制衡，很多国人不了解美国的政党机制，是这样。The way to fly 谢谢，请王老师喝啤酒，恭喜王老师订阅超过20万。老人仍然在国内，非常担心债务危机爆发后，央行印钱放水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不知道王老师能否谈谈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债务危机和央行印钱的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央行货币供应失控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债务危机跟央行印钱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债务危机爆发，老实讲，我们经常讲啊，就是说很多人经常很焦虑啊，我们哎呀，就这个有这个问题怎么办？有那个问题怎么办？老实讲呢，作为一个老百姓呢，这种级别的问题没有人躲得了。啊，独善其身，我想个办法独善其身，最好还能够从中牟利，这种可能性是很小，所以大家知道保持好的心态，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就好，然后你就平静的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好，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去把钱去买这个理财产品啊，不要去买这个基金产品啊，尽量现金放在账上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坦然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那么焦虑啊。建议啊，恭喜王先生突破订阅20万，我记得10万就可以申请一个奖牌，让每到一定订阅又可以申请一个更好的等级。王先生应该联系油管寄给你。到时候放在背后的3块盾牌旁边，这是你新时代的荣誉。我没有收到他们通知说我没办法申请。情况 YouTube 突然向肖申施毒手 ，Channel 内容全部清空，政治打压更进一步，王老师要小心。也有说是造黑客攻陷，为什么？这个很没想到内容全部清空，天哪，这个很意外啊！我要去看一下情况。我朋友反映那边的地摊叫停了，好多人进了一堆货，突然不给卖了，那些货不知道怎么办。前几年北上广都进行过大范围的街边商铺整治，一些手段极其简单粗暴，直接拿砖头水泥把店面的门窗封上，其中一些还是多年老店，这些店铺有些甚至不得不打开后门经营，生意大不如前。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疫情加上经济下行，利害国总理
要给摆地摊站台，所以干嘛呢？早干嘛呢？国内一刀切的官僚主义加上形同虚设的工会、商会这种不健康的体制，继续贻害人民和国家。这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叫什么呢？这叫拍脑袋的政策，就是中国的政策呢，其实就是官定政策。官定政策呢，这个社会的各个资源呢都用不上的，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学者，你有这么多的所谓的智囊，有这么多的懂行的行家，他们知道每个政策研究一下，都会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政策。你每个政策你都要了解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它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它有什么副作用，我必须做一些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才能让它能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是要去减少它的副作用。你肯定要进行一些调研啊，进行一些分析啊，请各路人马支援啊，帮忙啊。但是不是中国的政策呢？为了显示这个我的权利不受侵犯，他谁都不问，自己就拍板啊，我们就搞地摊经济就拍板。地摊经济有没有好？有好，可以怎么样？不是经济，是生计啊，去解决一些生计。但是它有没有副作用？一定有副作用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啊。那于是呢，这个政策一拍出来以后，然后就副作用就来了。然后就有问题了。然后呢，李克强又是一个最弱势的总理，然后他这件事情就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习近平不高兴啊？为什么不高兴？你这一说地摊，中国都搞地摊经济了，我小康社会往哪搁啊？我这老点往哪搁啊？这就走不下去了。然后就有人就会挑出来反对啊。你比如说北京市怎么行？那肯定是习近平站在他后面，他跑出来说嘛。为什么？我是皇城，你怎么让我摆地摊？肯定不行。那北京给一个特殊政策，其他省市一看，哟，北京反对了，我得小心点吧。万一老大不高兴怎么弄啊？地方就开始往回收。这就是什么？朝令夕改。朝令夕改就是中国现在的第二个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领导决策拍脑袋，然后出了问题朝令夕改，折腾是谁？折腾是老百姓啊。这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往回追啊，我们追经济问题，追到底都是政治的问题，就是独裁，独裁才会这样，民主不会这么快决策的。民主的问题就决策效率太低，但是他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有这种后遗症。但是独裁就会这样，这就独裁往回追。你把权力的问题往里追，掰开一看，在中国哈，经济的问题追到底都是政治的问题，政治的目的掰开全是钱啊。观点08年后，中国就走上了加杠杆的不归路，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把寅吃卯粮推上史无前例的极致，罔顾整个经济的真实产出微薄，还继续疯狂借贷，可以说是今天债务问题已经无解，因为经济已经不可能创造财富去填债务的天坑了。只怕最后采取的办法还是印钞，洗劫全民，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我唯一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债务竟然膨胀这么多年，坐等经济规律作用下的自然出清。同于王先生那句话，中国的问题都是用债解决的，作死。如果中国真的用印钱来还债的话，那中国就会解体。不用5年时间，几年时间就解体啊！如果中国真的用你说的这个问题，永志说的这个方法，很多人经常说这种话啊，就说啊，你债务还不了了就印钱呗，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个办法呢，就是亡国的办法，不是亡共产党哦，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记住，所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就是最终是要用印钱的办法来解决，不会的。如果中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5年之内解体啊，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观点：投资理财并不怕风险大，风险大可以用高收利益来对冲。目前国内面向公众的投资理财产品是收益风险不对称。我是专业研究国内投资理财的，按照目前中国国内的企业债务情况，年化率要24%以上跟风险匹配，有吗？有跟24匹配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谁能承受这种风险呢？我们面对的这些观众呢，都是小白，小白呢就不要投资那种年化率有24%以上的这种高风险产品，好吗？所以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现在的投资理财产品都不要买，因为他们都不懂，所以不要买，好吗？提问：发债原理大概明白了，但是买债还是看不懂。P2P 报的是惊天动地，还是有人买这种垃圾债？还是说打散到金融产品里面去，比如基金或者理财产品，甚至是储户存款？这么多的债券是怎么卖出去的？谁买的呢？王先生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么多债主是谁？债主就是我讲话的人啊，我讲话的观众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哪些老百姓？就是偶尔跑到楼下去取钱的爷爷奶奶啊，就是这些人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中国买这些垃圾债、垃圾金融产品、垃圾基金产品、垃圾这个叫什么结构性的存单，都是谁？都是那些啥都不懂的小白和老白，主要是老白。就是为什么现在银行在居民楼里面还有很多开着居民楼里的分行，他们不是为了解决存款业务的，银行那些分行都是干什么？都是卖这些理财产品、基金产品的。现在银行的非常一大块的利润来自于什么？就是这些产品的销售。那些小姑娘看见一个老爷爷来了，那嘴一甜，喊几声的，这老头一听这个啥都没意见了，就买，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这些产品都卖给谁了？都卖给那些对金融产品、对金融市场完全没概念的这些老白和小白了，就是这样，是他们在买，他们这些东西都打包成为这种基金也好，理财产品也好，存单也好，打包成这样的东西，然后卖给他们，是这么卖出去的。这些人为什么会买？害怕。这账上有个几万块钱，那着急，这个就通货膨胀啊，物价涨啊，天天告诉你物价要涨啊，这个又贬值啊，人民币贬值啊，那到焦虑的要死，那几万块钱不行，我得把钱挣回来。中国人都这焦虑，全民焦虑，就使劲的看，你看看谁那个谁那个谁又挣了多少钱，那怎么办？买呗。这几万块钱就买进去，10几万买进去，所以这些就很受欢迎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的道理在这里，就是的确真的是这样。这个时候啥都不要买，把钱装兜里最安全。亏啊，亏点没关系，亏你还保得住本，你别回头买的东西一爆，本都保不住了。观点：今天早晨看见腾讯。哎呦，我又超时间了啊！马上啊，腾讯新闻说，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全国失控，这种睁眼说瞎话已经肆无忌惮了，这是要往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嘛？可悲。那当然，这个中国要是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国家还不完蛋了，对吧？失控了。
美国不失控啊，美国那爱上街上街，上完街还不是照样过日子啊？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到底有多强大，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根基稳不稳固。你的根基很稳固，完全是枝繁叶茂。你不仅仅要看的枝繁叶茂，你要关键是要看你的根基稳不稳固。美国的根基那多稳固啊！你说这点事情根本不是事儿啊！你想想看，美国同时打2场战争，他国家都没问题，你这算啥？你说是不是？提问坐标山东济南，请王老师科普一下，中国的债务与美国的债务有什么区别？国内宣传是同样是美国债务直冲天际。美国的债务，我看一下哈，美国的债务今天现在已经是26万亿了吧，26万亿美元吧，26万亿美元，它是国债，它是国债。企业债呢，我现在没数据啊，企业债，但美国的企业债不能完全算美国，因为很多跨国公司啊，美国的国债比中国的国债多得多得多，中国的国债大概是14万亿，美国的国债是26万亿美金，我刚才讲的是人民币，那美国的国债比中国大得多啊。但是美国还有地方债，美国也有地方债，但美国的地方债就没有美国的国债多啊。但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都是如果美国是国债或者叫国库券，就是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抵押去借的钱。中国的国债，也叫中国的国债，就是中央政府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做抵押借的钱，两个性质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美国的财政状况就比中国财政状况要健康，但是呢，不是健康，是它的偿付能力，大家更相信它。为什么？因为美国有美元。那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国债的负债率高吗？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啦，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其实还可以啊。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整个的分配当中啊，中央的税是这样，它是分税制啊，收100块钱，地方政府拿55块钱，中央政府拿45块钱，大概是这样吧，啊，大概是这样。但是中央政府办的事情可能只有20块钱的事，地方政府有80块钱的事情，所以他钱永远不够，不够怎么办？中央政府呢，我就你不够，我再拨一部分给你，拨一部分给你，然后所以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它是上级单位，所以呢，他要为地方政府买单，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们两者有没有不同？没什么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比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要好一点，但是美国有美元优势，中国没有，所以美国买美国国债的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买中国国债的除了中国老百姓以外，银行以外，也有一部分外国投资者，那比例不高，才1万多亿啊，不多啊。观点：现在中国债务有个特点，大部分都是 local， 最终出借方都是银行，以外币计的外债比较少，再加上国内经济政府的强烈干预，延迟了债务危机的爆发。未来有可能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可能是企业部门的债务，由于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创造的利润远远不够偿付本息。现在家庭部门的债务率也正在迅速接近当时日本危机的 50%， 即家庭借债能力的极限，就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危机的爆发。据我所知呢，家庭部门的债务率现在是 57.7%， 离 70% 呢还有一点距离，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现在的经济状况下，这位网友说的非常正确啊，地方借债正在
家庭的借贷能力正在接近极限啊，有风险。其实风险到处都在有。提问：我是台湾人，女朋友是香港人，因为去年反送中到现在，香港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现在开始在频繁的讨论结婚问题，让她到台湾来。对于结婚我是不反感，但立刻结婚确实有些仓促。依现今香港局势，若拖个2年，会有什么变化？拖个2年，可能女朋友就没了吧？我是觉得是这样。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男女不同。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如果你深爱你的女友，你应该马上跟她结婚。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深爱你的女友，如果面对一个这样的乱世啊，你当然应该马上把你的女友迎回家中，跟她结婚。为什么？因为你爱她。这个理由还不够吗？足够了，你说呢？观点： CCP 的体制造成每个人都只想捞点油水就走，缺乏长期治理的政策，就像不做财务规划、信用卡养卡的人一样，宣告破产只是时间问题。情况：王老师好，感觉中国这些债务违约风险会不会在年底美中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引爆这些债务违约了？那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吗？有关系。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状况恶化，那么债务违约的率就更高，但是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情况：苏南地区地方地产国企已经从银行融不到资了，现在政府开始把所有管辖区内国企全部合并整合成一个巨大的地方国企，向银行借钱融资，包含赚钱的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也包含亏钱的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就是单独的公司已经借不到钱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借了很多钱了，借的太多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到，鸣谢一下孙福刚，谢谢。归人111，谢谢。高生卢，谢谢。祝贺20万，谢谢。AC 谢谢。恭喜订阅超过20万，谢谢。TT， 恭喜破20万，谢谢。身在澳洲，的确觉得现在微信危害很大。那些说是澳洲本地的公众号，就是敌后武工队啊。50，谢谢。请先生喝茶，谢谢。Soul0700凯尔勒，谢谢。张涛，谢谢。恭喜订阅超20万，谢谢。Jack Law， 谢谢。恭喜王健老师每日观察订阅超过20万，期待下一个20万的到来。请王老师吃一碗港式餐胆牛仔面、公仔面，加一杯冻咸柠七喜。好吧，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见。